到底是真木头还是装木头？蓝忘机没有时间再去深究，只能本能地把人紧紧抱住。阿英，不是说好不要再去找忘机？回去路上，见魏无羡一直没说话，魏长泽还是忍不住先开口。魏无羡本来呆呆看着车窗外的夜色，才反应过来似的呀了一声，回过头看着魏长泽。离婚就离婚，以后不要去找他了。魏长泽加重语气，这些年藏色的离开给他打击很大，对儿子疏于管教，以至于做出不肯配合履行婚约，离婚后却又去和对方交往这种事情，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在书房时，蓝启仁明确表示，让魏无羡离蓝忘机远一些。蓝家不会放任魏无羡再继续耽误蓝忘机的人生。蓝启仁态度强硬，魏家本就理亏，只好点头同意。听到了吗？见魏无羡不作声，魏长泽忍不住催促。哦，魏无羡也不明确表态。阿英，可是老爸，魏无羡很为难地看着魏长泽，我喜欢蓝湛啊。魏长泽一个急刹车，还好在红灯前停住。你在说什么？我也是今晚才意识到，我喜欢蓝湛，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就喜欢上了。魏无羡也很苦恼，我不是想玩玩而已，但因为一些原因，搞得我现在都不知如何开口。有什么不能开口的？魏长泽不解，他肯定认为我还是那个作风放荡、阅人无数的轻浮之人。说不定他也只是想顺水推舟。魏无羡一股脑地把烦恼都吐露出来。忘机不是那种人。魏长泽认真道。我知道，老爸。魏无羡抬起头急切地看着魏长泽，蓝湛他一切都准备好了，他是真心想跟我结婚的，可重点是他根本没见过我。如果换做别人呢？如果当初结婚对象是别人呢？蓝湛也会这样吗？魏长泽无言以对。我承认在一些事情上我是夸大其词，一开始蓝湛还会冷脸生气，可是现在他好像完全不介意了。爱吃醋的小古板突然不吃醋了，魏无羡的乐趣少了大半。你竟然如此在意忘机？魏长泽缓了缓，才喃喃道。我也是今晚才冒出这些想法的。魏无羡坐在蓝家时，脑子里都是这些事情。之前还没意识到自己的心意时，他是没在乎的，可心动过后，迟钝的感情神经就变得敏锐起来。既然这么在意，就告诉忘机。魏长泽没想到儿子竟然真的动情，那必须支持一波。刚不是还让我不要去找他吗？魏无羡没好气地说。喜欢就去追。魏长泽想起了藏色，忍不住带着淡淡的笑容。你老妈在的话，一定会这么说的。魏无羡一愣，解开安全带就给魏长泽一个拥抱。谢谢老爸。等我这里掉头，不用啦。魏长泽还没反应过来，魏无羡就从车顶天窗翻了出去，稳稳落在马路上。不要太在意面子。魏长泽冲着魏无羡的背影喊道。知道知道。来到蓝忘机的别墅，魏无羡一边蹑手蹑脚上楼，一边在心里罗列要问蓝忘机的问题。该如何开口呢？这些问题还得建立在自己坦诚心意的基础上才行，不然他有什么资格质问蓝忘机？真是为难，怎样才可以在不啪啪打脸的情况下，把事情说清楚呢？魏无羡来到卧室，才发现蓝忘机好像在浴室里。哇哦，美人入浴吗？魏无羡推开门，果然看到令他喷鼻血的一幕。问什么问题？魏无羡现在满脑子都是限制级画面，他干干脆脆脱掉衣服，扑通一声跨进浴缸。问什么问？美色在前，先享用再说。前夫哥来偷情呀！早晨，蓝忘机起床的动静吵醒了魏无羡。去哪？魏无羡迷迷糊糊伸手，没拉住蓝忘机的衬衣，但随即被一只温暖的手握住。上班。蓝忘机轻声说。再陪我一下。魏无羡嗅着檀香味，无意识地往蓝忘机身上蹭。偷情的话，蓝忘机声音依旧低低的，现在该离开了。魏无羡猛然清醒，气呼呼地瞪着对方。要不要这么小气？蓝忘机淡淡一笑，低头吻在魏无羡的额头。晚上回来陪你。魏无羡拉起被子遮住半张脸，眼看着蓝忘机离开。魏无羡啊魏无羡，你真是在给自己挖坑。蓝忘机正常上班，就当昨晚的事情没有发生。到了下午，蓝启仁终于按捺不住，让秘书叫蓝忘机来一趟办公室。忘机，你对魏婴的事情就没有想说的吗？
蓝启仁昨晚气到后半夜才睡着，今天一直脑仁痛。蓝忘机很为难，在处理好和魏婴的感情之前，他无法和长辈解释。你搬出去，真的是和魏婴在一起住？蓝启仁追问。蓝忘机没有否认。忘机。蓝启仁一拍办公桌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我喜欢魏婴。蓝忘机低声说。蓝启仁知道自家侄子不会无缘无故和魏无羡纠缠在一起，只得痛心道：那他呢？他对你是什么心意？蓝忘机沉默，魏婴没有亲口说出来，他就不能100%肯定。忘机，不要在无谓的人身上浪费时间。蓝启仁叹了口气，深知自己一两句话是劝不动侄子，但有些话必须要讲。早上西城跟我谈过这件事情，我不知你早已动心，但之前已经走到离婚的地步，这次我不能再看到你那份心意被白白糟蹋。这次我会处理好。蓝忘机认真道，魏婴不是那种人。蓝启仁的好意他懂，他也不想忤逆长辈，但这次他不会轻易放弃。既然如此，我不想再说了。蓝启仁摆摆手，示意他可以离开。蓝忘机刚走出蓝启仁办公室，就碰到蓝曦臣。谈得如何？蓝忘机摇摇头。对了，听说金家明晚要办一场宴会，邀请我们都过去。蓝曦臣和蓝忘机并肩走着，蓝氏双璧是公司里一道最亮丽的风景。为何？蓝忘机想不出金家最近有什么事需要办宴会庆祝的。我也不知道，听说这次邀请的范围还挺广的。蓝曦臣路过会议室，忽然顿住脚步，你说这里再挂一幅画怎么样？蓝忘机也没多想，随大哥安排。蓝曦臣笑着点点头，回办公室去了。晚上，蓝忘机回到别墅，没看到魏无羡的人，莫非又出去吃饭了？蓝忘机上楼，这才发现本来准备做画室的房间亮着灯，推开门一看，这人果然在里面。前一天自己还布置得整整齐齐的画室，现在一地凌乱，丢满了废纸，沾满了颜料。蓝湛，你回来的正好。魏无羡拿着画笔冲他招手，我试着画了几张都不满意，你快坐下当我的模特。蓝忘机坐到对面沙发，问，今天没出去？睡了个回笼觉，睡过头了。魏无羡也没觉得不好意思，一边端详蓝忘机，一边作画，所以干脆就明天再去。魏无羡在画蓝忘机，蓝忘机也静静看着魏无羡。这人真是一天没出门，身上穿着蓝忘机的衬衣，领口敞着，袖子挽起，下摆刚好盖住大腿根，一些红痕和牙印从脖颈到胸口深处，又从腿根蔓延出来，昨晚恩爱的痕迹遮都遮不住。还是看着真人画的更顺畅一些。魏无羡满意的说。魏婴，你画过别人吗？蓝忘机明知故问。画过呀。魏无羡嘴角上扬，画的可多了，又在撒谎。可是店里并没有你的画。蓝忘机说。是我没时间了，我从前可喜欢画了，后来太忙就没动过笔。